写小说吧，尤其是早期写跟女同志然后情欲有关的小说，还有就是结婚吧，勇敢的追求自己喜欢的人，然后结婚这样子。文人界会对这个这样子很新颖的一种风格提出一些质疑，或者说，怎么有人现在写这种书？有没有一些反对的声浪？那你有啊，因为我出道的时候已经30年前了嘛，1995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我的书刚出版的时候都还有封胶膜，上面还写18岁以下禁止阅读、购买，被列为18对18禁，而且刚开始大家会觉得你怎么写的那么色情嘛？我觉得那个时候，写女同志就很禁忌嘛，然后又写情欲的部分，尤其是可能我写的比较直接、比较大胆，是被蛮多人议论的啊。但是也有正面的声音，觉得你很勇敢啊，或者是没有看过这样的作品，很喜欢，都有，正反都有。所以面对文坛的那些反对的声音，陈雪老师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？会不会觉得说就是我会不会生存不下去啊？会不会是大家不喜欢我的书？有没有这些害怕？其实我一开始就觉得别人不会接受，因为我是看过没有这样的作品我才这样写的，也就是说没有人这么直接去写我才写的。所以作为一个你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，而且是你是写现在还没有的，是一种禁忌嘛，我其实做了蛮多心理准备的，所以而且我那时候反而意外的还蛮受欢迎的。那老师刚刚有提到结婚是一件你觉得很勇敢的事情，对，怎么说？结婚，因为结婚不是那么只是浪漫的事情，结婚是几乎说是一个一辈子的承诺嘛。然后，真的结了下去，你就知道要维持婚姻不容易。我们现在这么多年，也是经历过蛮多磨合啊、吵架啊，但是就觉得还是会觉得自己当初这个决定是对的，对，但是不容易。在关系里面体会到，你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让你觉得说，我当初勇敢做结婚这个决定是对的。就是要坚持啊，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关系有一些阻碍，可是坚持下去，把那个磨合的地方把它磨平了，就相处下去，就觉得两个相爱的人一起生活在一起是很好的事。虽然它会有一些困难，可是就坚持下去，你就会看到好的结果。同婚5周年，你有没有觉得这5年来台湾大众对于同志婚姻的看法或是氛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觉得好像变得蛮自然的，因为我有时候要去办事情啊、住院啊什么，那我都会写紧急联络人，会写我的伴侣嘛，然后他就会说：“你们是什么关系？”我就说配偶啊，你看配偶栏，然后他们也不会很惊讶，看到那个名字是女生，他也不会惊讶。然后我们也常常随便的跟人家出柜。就比如说人家问你结婚了没有，我们就说对啊，结婚啦，但是个女生哦。因为同婚通过了，觉得说自己也要开始思考要不要结婚的这件事情，因为以前没有这个选项嘛，那现在有了这个选项，大家有没有突然变得比较想婚了？我觉得有蛮多的，也有以前觉得他们不会结婚，但也都结，几乎我的身边的好朋友比较多年的几乎都结婚了，但也有人离婚了，所以觉得蛮好的。然后有人生了小孩，有人收养小孩，2009年就已经偷偷结婚了，然后所以在同婚通过之前就已经有跟家人讲，其实我们是先出柜，然后先结婚再出柜，家人很意外都蛮支持的，只是说我们后来因为我儿子已经有很盛大的婚礼，所以就没有再办宴席或什么。可是家人其实我们两边的家人都很接受，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。你有没有什么想要鼓励圈内的朋友的话，可以对大家说？就是说20年前我无法想象有一天我们可以结婚合法，所以我觉得对未来不要悲观。如果现在你想要的事情还不能达成，我相信经过漫长的努力，总有一天还是会实现。所以就是还是要怀抱梦想，怀抱信心。